Hello，大家好，我是 Lin。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怎么用 Hectarbase 拆解 Scrum 这本书。那会想拆解这本书的原因呢，除了是想了解 Scrum 流程，看能否应用在个人管理以外呢，这本书里面有蛮多我没有看过的专有名词，所以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来仔细拆解一下。那在最前面呢，先让大家看一下过去我用 Notion 或 Bear 做的传统笔记样貌。在大部分的这种传统笔记软体限制下呢，我通常会做出一则内容很长，然后结构线性的点列式笔记。而且这个笔记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跟着书籍的目录走，所以当我跟着目录走时，再加上一点疯猴心态，就会很容易记下我觉得有用但可能已经重复过的内容，导致笔记最后变得很冗长，然后很难整理。这并不是说作者讲的不够精简，而是作者往往在为了说服读者的时候，或是想帮读者快速认识一个新概念的时候，他本来就会在整本书中不断的重申重点，或是用各种案例类比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像是在前言的部分，作者呢他就先点出了专案管理法，也就是瀑布法的问题，然后再带到他怎么样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解法 Scrum。所以在正式进入第一章之后呢，他就会开始介绍什么是 Scrum， 它的根本想法、命名由来，然后更仔细的说明有哪些特色，还有具体的效果。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作者就是开始讲他是怎么设计这个 Scrum 的制度的。那其中他也引用了非常多的模型和方法论，像是空军训练的 OODA 还有 PDCA 等等。那最后呢，他就再用个和气调的手破离来比喻这个制度的好，帮助读者呢更快了解 Scrum 的特色。那在后续的章节呢，就可以看到作者会一边讲 Scrum 的特点，一边讲怎么执行，包含如何选择团队、掌握时间节奏、排除浪费等等，然后其中也都会穿插一些案例做搭配。那在最后呢，作者也贴心的统整了 Scrum 的执行步骤，并附注相对应的章节数，让我们知道每个步骤的具体细节，可以回到前面的哪些章节去做复习。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当所有内容以线性的形式来呈现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我未来在回顾的时候会比较没有效率，必须不断的折返跑，那很难一目了然。好，那接下来就来看看 Hectarbase 怎么样帮我克服这一点。基本上呢，我在最初还是会有一则线性笔记，那它通常来自我阅读器的划线和注记。在汇入电脑之后，我会根据内容的相似度，或是根据内容的不同维度去进行拆解和重组。像是最前面作者点出的这个现有的问题瀑布法，我就会把瀑布法的部分拉出来自成一格做探讨。那再来就把每一个章节中 Scrum 的特色、它的由来或是运作方式分别拆开成不同的区块。那可能作者中间也提到了敏捷，那敏捷本身和 Scrum 的这个层级不同，我也会独立拆出来。拆完重组后，我就会再把每个区块的内容进一步做精炼，然后最后看看不同区块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性。那有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帮我做更好的理解。好，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右半边，这就是我拆完的结果。可以先忽视这一区蓝色的区块。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很长的线性卡片，最终会长成这样。这也是整张白板中最后完成的卡片。再来呢，倒数第二完成的就是 Scrum 这个流程制度以及其他区域的绿色卡片。这些卡片它都有 index 或总结的功能。那当我要完成这些 index 卡片的时候，我就必须先把其他所有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卡片内容经过分类重组，然后完成卡片下标后，再把它们拼回我的总结卡片中。所以在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我甚至可以直接搜索单张卡片就够了。好，那对我来说花最多时间的是卡片下标的部分，因为当我要精炼这些重组后的内容的时候，必须思考怎么样用一句话就讲出卡片的重点。那同时我又希望这句话可以呈现它观点背后的因果关系，让我在以后回顾的时候可以光靠这句话就清楚它背后的一些上下脉络，不是只是记得持续检验与调整这个动作很重要，而是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能达成什么。好，回到拆完的卡片，我可以清楚的看到 Scrum 有3大特点。那一个就是透过持续检验及调整，找到并做出最高价值交付物。那对我来说，光这一句话，它就已经取代了最初线性笔记中的许多内容。那再来呢，就是高效团队的重要。那这边也回扣到刚刚讲的下标，在原本的这个线性笔记中呢，只有点出高效团队有4大核心在，它必须拥有卓越目标，必须是跨功能，拥有自主性的，而且是小规模。如果我只是这样记的话，其实我就必须靠我的记忆去记住。但如果今天我的标题都点出这4个点带来的这个效果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更好理解，而不是只靠记忆记。然后第3点，排除不必要的浪费也是同理。好，那在整理出这3个特点之后，我就赫然发现这3点蛮可以和 Scrum 中的3个角色相对应。像是强调价值的部分，就可以回扣到产品负责人。那产品负责人在专案的最开始，他本来就是要负责定义，然后辨识价值在哪里的一个角色。他必须不断的从内部或外部去收集各种回馈，做各种协调，然后看怎么样打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当然，开发团队的部分就可以参考打造高效团队的条件这边。那当然也因为他们负责执行，所以其他几个特点呢，也都会与它有关，会被应用在
在就是开发团队里。那至于减少流程中的浪费这个部分呢，就是交给 Scrum Master 做。这个角色他并不参与产品开发，而是负责引导大家依照 Scrum 的架构形式，那确保整体的流程是透明的。然后他也必须想办法去去除各种影响进度的障碍。好，那当我把 Scrum 特点和角色做连结之后，就会发现初步的这个轮廓变得还蛮清楚的。那剩下的就是把一些物件和活动以及他们与角色之间的关系继续理清。像是产品负责人就是负责管理 Product Backlog 还有 Item 的排序。那 Item 的经典会议呢，就会邀请身为执行者的开发团队一起讨论。那开发团队再把 Item 拆成细部的 Task 去做执行，然后产出每一期的 Sprint Backlog。那 Scrum Master 呢，他就是负责所有产出物的透明性，同时也会管理一个叫做燃尽图的图表，来确保大家的进度和速度都有在轨道上。那我们很常看到的这个 Scrum Board 呢，它其实也就是 Sprint Backlog 的视觉化。那里面到底包含了哪些元素，我就会用线把对应的物件连起来，然后把关系标示出来。那像在一开始我也会搞不太清楚 Increment 的定义，那后来就也才知道，其实就是每次 Sprint 结束后最终完成的结果。那最后剩下的就是活动的理清，我会依照活动层级、时间点次序，从高到低，从左到右排出来。那我就会知道说 Sprint 是什么，那 Sprint 又包含了什么，像是最一开始的 Planning 会议，中间可能会有几次的 Refinement 会议，然后每天的例会，最终 Sprint 结束会有2个检讨会议，一个检讨内容，一个检讨流程。那另外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内容，像是作者会有一些推荐的评估方法，我就会额外用绿色的 section 把这个评估方法区分在外面，然后一样透过连线让我知道在哪些阶段可以应用哪些评估方法。以上就是一个被拆解消化完的阅读笔记。那经过这样视觉化的整理呢，除了让一切变得很清楚之外，未来我如果忘记了或是想针对特定细节回顾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对应的内容。好，这就是我透过 Hetabase 做阅读笔记的方法。那针对今天分享的内容的部分，因为我本身不是 Scrum 专家，所以如果有说不清楚或是有我个人误解或超译的地方，还需要大家多多包涵。那最后，如果你觉得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也很欢迎按赞分享，又或是你有任何回馈与想法，或是有想看哪类型的书籍拆解的话，也可以透过留言和我说。有机会再见。